Hello，大家好，我是不觉得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到吗？有没有持续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你知道有一家券商几乎可以投资全球的股票市场吗？那包含我常常在频道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美股节税型的 ETF。这种 ETF 的话呢，它的股息税只有 15%， 然后它免征美国的遗产税。那这种产品的话呢，都能在这家券商购买得到。那这家券商呢，就是 IB 盈透证券。那这期影片呢，我会带你一步一步了解 IB 盈透证券这家券商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那在台湾呢，很多投资人都会称它为 IB。那在国际的华人当中呢，更喜欢称它为 IBKR。那我目前呢，就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进行投资。那我使用这个券商的话呢，已经有5到6年的时间。那我放在这家券商的资金呢，目前大概有40万美金哦，差不多折合台币就是1200万台币哦。所以我自己呢，真的有把我大笔的资金给放进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蛮有资格可以跟大家分享盈透证券这家券商。那这一部影片呢，除了我会分享我自己的经验之外呢，那我会将 IB 盈透证券中文交流区的成员他们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踩过的坑，我全部都会整理给你。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你顺利的完成 IB 的开户，然后让你少走冤枉路哦。那什么是 IB 盈透证券？IB 盈透证券呢，它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券商，它成立日期呢是在1977年，由他们现在的董事长Thomas Peter Fee 所创立的。那这个董事长现在也是富比士排行榜前100名的富豪哦。那盈透证券呢有提供股票、债券等金融商品的交易。目前呢这家券商呢是有在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它的股票代号是 IBKR。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台湾的永丰金证券呢就有官宣它与 IB 盈透证券呢达成了一个紧密的合作，为了要提升永丰金证券自己的一个副委托的品质。所以呢，如果你是使用永丰金的副委托进行交易的话，那很有可能你的订单就是交由 IB 盈透证券来进行成交。那 IB 盈透证券的公司规模方面，它在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用户数已经超过了200万人。那在2025年的话呢，它的用户数更是成长到了400万，整整翻了1倍啊。那同时呢，它在当年度呢也纳入了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所以呢 ，IB 盈透证券呢，它现在就是美国的500大企业之一哦。那在我拍片的当下呢，它现在的市值呢是高达了130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4兆台币比我们台湾的鸿海集团的股票市值都还要大。那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的话呢，它差不多就是我们台湾的富邦金、国泰金、中信金这3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都还略输于它哦。那我要再补充一下IBKR 这家公司呢它的股票呢在过去5年它的增长幅度甚至比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都还要多哦。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IB 盈透证券的优点。首先的话呢，它的投资商品非常的多样，我们只要透过 IB 盈透证券一个平台就可以投资将近全球170个市场的股票，包含我刚刚所讲到的节税型的 ETF， 或者是一些选择权、期货、货币或者是债券基金等多种商品哦。然后安全性方面，IB 盈透证券有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督。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是 SEC， 因为 IB 盈透证券呢，它有在美股上市。那有在美股上市的话呢，那它的公司的营运状况它的一个财报就要提交给 SEC， 那 SEC 就会进行审核。这样子的话呢，就代表说呢，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应该是蛮不错的。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它是标普500的成分股标普500指数的话呢，它在筛选成分股的时候呢，也是会考量这些公司他们的营运状况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这家公司它的营运应该是蛮不错的。那再来的话呢，它有经过那个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的监督，而且呢，它也是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SIPC 的一个成员国，所以呢，它有受到非常多的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督。然后这些监管机构的话呢，都是非常的权威哦。那 IB 盈透证券它的第3个优点就是它的低融资成本以美元为例的话呢，它现在的融资成本就是美国的基准利率再去加上 1.5%。那我这边可以看到，如果你的融资的金额呢是在10万美元以下的话，那你的利率的话呢就是 5.14%。那如果呢你的融资金额越来越高的话呢甚至你来到了1000万美元的话，那你的融资利率的话呢就只有 4% 多那这个融资利率到底算多还是算少呢？我跟大家分享另外2家券商第一家券商就是 First Trade。First Trade 这家券商的话，你是我们台湾投资人去投资美股的时候呢，常常提到的美股券商。那它的融资利率的话呢，基本上就是12%到8% 之间。那如果是嘉信证券，是另外一家券商，也是非常的有名。那它的融资利率的话呢，也是10几%哦。所以 IB 盈透证券在融资利率方面的话呢，是真的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是有一个融资的需求的话呢，那 IB 盈透证券应该是蛮适合你的。那再来另外一个优点的话呢，也是我觉得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的多元的客服。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有提供非常多样的客服，包含秒回复的客服，像是电话客服或者是分钟内回复的客服，像是讯息客服，或者是1到2天内回复的一个信箱客服都可以提供。
那这些客服的话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去使用讯息客服，因为我可以将我的问题截图下来，传给讯息客服，然后他就可以帮我进行解答。那我觉得这样是蛮方便的，是比较直观的，可以去解决我的问题。好，那 IB 银通证券当然也是有缺点的。那以下这几个缺点呢，是我们这些社团成员呢普遍认同。那第一个缺点就是呢，它现在的中文讯息客服非常的难以连上。基本上的话呢，我们每次连线，它都连不到，只能连到英文客服，也就代表说呢，我现在要使用讯息客服来进行 talk 的话呢，就只能用英文的方式进行沟通。那我自己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啊，那我现在要怎么办？那很简单嘛，我自己就使用 ChatGPT， 或者是像是使用 Google 的 AI 工具Gemini， 将我的问题呢打出来，然后让他们帮我进行翻译，翻译成英文，然后来跟这个客服人员来进行沟通。那我这样沟通下来的话呢，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现在的 AI 翻译真的是非常的强。那第二个缺点就是 IB 银通证券它的一个即时报价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像是如果你想要美股的即时报价，那大概就是每个月要再多付10块美金左右。那如果你是个当冲交易者，或者是呢你频繁的交易的话，那你就很需要这个即时报价。那要即时报价的话呢，你就要额外再付这一笔钱，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交易才会比较顺畅嘛。那如果你是一个长线投资人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即时报价就不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就算呢我们没有拿到即时报价，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小众交易所的一个报价，就它的报价可能会比那种主流交易所还要差一点，或者说呢它的一个报价是延迟15分钟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报价呢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看到的话呢可能是晚15分钟，但是呢我们实际进行买卖交易的那个价格是用最及时的价格进行交易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长线投资者，我觉得这个影响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小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 IB 银通证券的开户前的准备啦。那第一个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证明文件。好，那证明文件的话呢是要包含身份证明文件跟地址证明文件。那哪一个证件一次包含这两个？那就是我们台湾的国民身份证。正面的话呢是身份证明，背面的话呢就是地址证明，超方便。所以说呢，证明文件的话呢，我统一建议大家使用身份证。但是呢，如果你不是台湾人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使用像是护照，再去加上水电账单。护照的话呢就是身份证明嘛。水电账单的话呢，就是地址证明。那电子邮件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去使用那种比较常见的 email 信箱，像是 Gmail 的信箱，它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IB 银通证券以后要联系你的话呢，它就会寄信寄到这个信箱当中。那如果你的信箱像是雅虎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信箱的话，或者是你公司的信箱的话呢，你离职的话呢，你就不能使用。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电子邮件的话呢，一定要是一个你自己常常在使用，而且很稳定的一个信箱哦。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手机。那这手机的话呢，是要一个通用手机哦，你千万不要去使用你在国外办的一个手机门号。我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台湾人，然后他之前有在瑞士工作，也有在德国工作，然后他在开立 IB 银通证券的账户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在德国，他就用他的德国的手机来进行注册。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就从德国离职，然后来到了瑞士工作。那时候呢，他德国的手机就停掉了。然后呢 ，IB 银通证券呢，它要进行一个2段式的验证让你可以登录账号的时候呢，就要用到手机。结果你的手机门号已经停掉了，那就登录不了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手机我建议大家一律使用你台湾最常年使用的那个手机门号。就算你在德国工作，就算你在那个英国工作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台湾的门号没有停掉，那以后呢，你要登录的时候呢，一样可以使用这个门号来进行验证。那第4个的话呢，就是请大家要加入我们的 IB 银通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交流区的话呢，是由我所创办的。那现在呢，社团的成员已经超过了1万人。那为什么要创立这个社团呢？那主要是这个社团呢，可以让我们台湾的用户呢，起到了一个我觉得凝聚向心力的一个感觉。就算它现在很稳定，它可能在10年、20年后呢，它发生了什么问题，那我一个人的话呢，要进行一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应该是蛮困难的。所以呢，我会创立这个社团。那以后呢，银通证券要是发生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强大的社群来可以进行一个维权。那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要使用 IB 银通证券的话呢，那我非常的建议你一定要加入这个社团哦。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开户之前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 IB 银通证券的推荐朋友连结。那这是 IB 银通证券它的一个推荐朋友的计划，就是你只要使用原有用户他的一个推荐连结，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IB 的开户正股你每入金300美元就可以获得1美元的 IBKR 的股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用户他现在的话呢，他的账户当中呢就有 IBKR 的股票将近5股。那这个股票呢，就是他当初开户的时候呢所获得的股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 IB 银通证券的开户流程。首先的话呢，请大家去点击资讯栏的置顶留言的 IB 银通证券的推荐连结。那点击之后呢，你就会进入到这个画面。那请大家确认自己要进入这个画面，才代表你是使用 IB 银通证券的推荐连结。这样你才可以拿到最高1000美元的 IBKR 的正股哦。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 Open Account。那进来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首先右上角我们先点击繁体中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开户的界面就全部都是属于繁体中文，这样填写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那电邮地址跟用户名称还有密码的话呢，大家就自行的输入。那电邮地址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使用自己常用的 email 信箱，这样之后银透证券呢寄信给你的话呢，你才会收到。那用户名称跟密码的话，大家一定要自己记下来哦。那下面国家和地区的话，你就选择台湾。那如果你开户开到一半呢，有事情忙，或者是呢网页关掉了，那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在进来这边，你就可以点击左下角这边就可以继续开户。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点击右下角的开设账户。好，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我们的 email 来收取我们的验证信。那我这边点击确认。点击确认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 email 的画面，然后看到了这一封信之后呢，我们就点击确认电子邮箱。接下来的话呢，你就来到这个画面，就表示我们的电子邮箱已经确认成功了。好，那 email 验证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开户页面。那这边我们就勾选个人。好，那 IB 开户的话呢，你可以开户个人账户、退休账户或者是联名账户。那联名账户的话呢，是我们台湾人也是蛮多人在开的，就是你可以跟你的老婆或者是跟你爸妈一起去共同管理一个账户。好，这个是蛮方便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们的资金的一个流动会相对比较简单。那如果呢是一般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使用个人账户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点击个人账户。好，那往下滑这边可以看到输入语言。那输入语言这边我们就选择繁体中文。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开始申请。好，点击开始申请之后呢，这边我们就要填写我们的姓名，还有我们的称呼。那我这边就以黄小明为范例。那姓的话呢就是黄，那名的话呢就是小明。那 last name 的话呢就是黄，那 first name 的话呢就是小明。那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记忆。first name 听起来好像是比较领先，好像是大家一看到你的话呢，就会想要知道你的 first name。那以美国人来讲的话呢，他们比较在意他们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不是姓叫什么。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把那个名字就联想成是 first name。这样子的话呢，大家以后要去填写什么 first name 啊，或是 last name 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去填写错误咯。好，那这个是我自己在记忆什么是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 的时候呢，我的一个记忆的方式。好，那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这边的英文名称一定要跟我们的外币账户的英文名称要相同，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之后入金才不会有问题。因为 IB 透证券呢，它只接受本人进行入金，所以如果你的姓名不一样的话呢，他就会认为你不是本人，那你的入金就会被中断咯。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滑，这边我们就要填写我们的户籍地址，因为我们呢等一下会使用身份证来进行一个地址证明文件跟身份证明文件，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填写户籍地址。那我这边的范例的话呢，就使用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1号2楼来进行一个填写。好，那首先邮递区号，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可以上中华邮政去查询。那州跟省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填写台北市。那城市的话呢，就填写信义区。那地址第一行的话呢，就填写市府路1号。那第二行的话呢，就填写2楼。那如果你的地址还是不太会填写，你可以将你的地址直接输入到 ChatGPT 当中，然后呢，也将这个画面给截图下来，然后呢，叫 ChatGPT 帮你进行填写就可以咯。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叫做我的邮递地址与此不同，就是呢，你的户籍地址如果跟你的邮寄地址不一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勾选。那这边的话呢，主要就是你有可能银透证券会寄信给你，那寄到你的邮寄地址，那如果你没收到的话呢，是蛮麻烦的。不过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哦，因为我自己使用 IB 银透证券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我是没有收到任何一封实体信，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没有勾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填写我们的手机号码。那我们手机号码假设是0912345678，那我们就要把它的0给去掉，然后改成886，因为886的话呢是我们台湾的国码。好，接下来我们往下滑，这边要填写我们的个人资料。那这个人资料的话呢，就要跟我们身份证上面的要一模一样。那首先的话呢是出生日期的话呢，就填写年月日。那婚姻状况的话呢，就照实填写。那供养人数的话呢，是不包含你自己的一个供养人数，所以呢，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那你的供养人数当然就是0人。那税务居住地的话呢，就是台湾。那后面的话呢，有一个叫做纳税识别号，那纳税识别号就是我们的台湾的身份证字号，将它给填进来。那下面有一个叫做我有纳税人识别号，好，那这边的话呢就已经预设打勾了。那如果这边没有打勾的话呢，我们就会被多扣美国人的税，好像是一些资本利得就会被课税咯。好，那接下来往下滑，这边的话呢就是询问我们
身份证明文件我们要用什么去进行提交。那我首先的话呢，我们当然是使用国民身份证，因为国民身份证就可以当做身份证明文件跟地址证明文件，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选择国民身份证。然后下面这边的话呢要输入国民身份证的号码，就是输入我们的身份证字号，也把它给填进来。那下面这边有问我们的证件有没有有效期限呢？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台湾的身份证就是没有有效期限。那如果你是使用护照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呢，这边的话呢就会变。所以如果你使用护照的话，你这边就要勾选是。那这样子的话呢，之后呢，你的护照过期的时候呢，银透证券可能就会叫你重新的提交新的护照，就会比较麻烦咯。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滑，这边就要我们填写我们的雇佣状况。那它的雇佣状况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受雇，再来就是退休啊、自雇啊，或者是说你是家庭主妇，甚至是你是一个失业的一个状况，就看大家要怎么填写。那我这边的话呢，我就使用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那就是受雇的状况，所以我这边就填写受雇。那下面就问我们说，你是不是一个经纪商啊，或者是一个投资顾问啊、对冲基金啊，或者是你是一个金融性的一个专业人士？那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否。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金融的专业人士的话，那他的一个手续费可能就会收的比较贵咯。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往下填写我们的就业状况，我们就将我们的公司把它给填写进来。那这边的话呢，就假设我们的公司是市府转运站，那我们就将市府转运站的地址给依序填写进来。一样，如果你不会填写的话呢，也是将你的地址截图下来，还有这个页面截图下来，丢给 ChatGPT， 请他帮你填写就可以咯。好，那下面这边有业务性质，那业务性质的话呢，就照实填写。好，那你有可能会找不到你的业务，不过没有关系，你就选择那个最接近的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往下滑，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财富来源。那为什么 IB 银透证券要问我们的财富来源呢？因为 IB 银透证券受到了美国的监管，好像是 FINRA 的监督，那他就要求这些券商必须要了解这些用户呢他们的一个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风险承担能力。像是如果你的财务状况很差，你的风险承担能力很低的话呢，那券商就不会让你去使用一些高风险的商品，这是美国法规规定的。那财富来源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刚刚是选择受雇，所以我们的工作收入就已经预设打勾了。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我又勾了其他两个，像是利息收入还有市场交易的利润。那这边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碰轰，把你很多的收入全部都打勾，因为如果你将一些什么养老金收入啊、房产收入啊都打勾，就是为了让你自己看起来非常的那种抗风险能力非常的强，因为你想要去交易一些高风险商品，然后你勾选了非常多你没有的一些财富来源的话，那接下来呢，银透证券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抽查，你被抽查到的时候呢，他就会要求你提出证明，你没有这些证明的话呢，你的那些权限都有可能会被取消哦。所以财富来源这边的话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碰轰哦。好，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滑。那这边的话呢是账户资料，账户资料的话呢可以设定我们的基础货币。那基础货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登录 IB 银透证券的账户之后呢，它的一些界面呢会使用美元的计价的方式去做呈现，但不代表我们只能用美元进行交易。IB 银透证券的话呢，它可以买非常多种国家市场的股票，好像是如果你想要买日股啊、澳股啊，或是欧洲的股票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要将我们的美元进行换位就可以购买咯。所以基础货币这边的话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直接选美元就好。好，那往下滑这边有一个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话呢，总共有3个。那这3个安全问题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是选择你自己比较容易记住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答。因为呢，如果你之后呢打电话给 IB 客服，然后他可能会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他就会问你这3个问题。不过我自己的经验下来，我打了大概有10几通的 IB 客服，基本上他没有问过安全问题，他只会问我身份证还有一些出生年月日的资讯，就可以认证我的身份了。好，那安全问题填写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滑，然后点击继续。好，那点击继续之后呢，你可能会遇到这个画面，因为如果你的上面的地址就是你的户籍地址是一些非常偏的乡下，像是我自己住在宜兰的乡下，那我的那个地址啊，就什么林啊、什么巷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填写进来的话呢，可能这个系统无法判定这个地址，那它就会跳出这个画面。那很简单，我们就点击左下角的继续使用本讯息，点击下去交由人工进行审核就可以咯。好，那我们点击之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的话呢，就要进行一个手机的认证。这时候呢，它应该会寄送一封简讯到我们的手机当中，那我们就将我们的手机的认证码给输入进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一样没有收到 IB 盈透证券的简讯，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改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验证。那这方式的话呢，就是 IB Key 的一个验证。那 IB Key 的话呢，就是 IB 盈透证券他们自己的2段式的验证程序。那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你可以点击这个连结，那我会在这篇文章当中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哦。好，那如果你收好验证码之后呢，接下来这边我们就点击提交。好，那点击提交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一个画面，就是配置我们的交易账户。那要配置我们的交易账户的时候呢 ，IB 盈透证券它需要我们去提供我们的财务资料、投资目标，还有我们的交易经验。这主要是要让 IB 盈透证券形成我们这些投资人的一个财务画像。IB 盈透证券就依照这个财务画像来判断我们投资人能不能去投资一些金融衍生性商品哦。好，那这边要怎么填写呢？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填写年度净收入，再来是资产净值，还有流动资产净值。那这3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那年度净收入非常明显嘛，就是你每一年赚了多少的钱它是要扣掉支出的，所以呢就是一个净值的一个收入。那资产净值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资产再去减掉我们的负债。那我们的资产就像是我们的房地产啊、车子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保险啊、现金等等的。那负债的话呢，就像是我们的一个汽车贷款啊、房屋贷款啊，或者是一些学生贷款啊，或者是信用卡贷款等等。那我们将这些扣除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资产净值。那流动资产净值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的资产净值当中呢，可以比较容易转换成现金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流动资产净值。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投资人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是资产净值大于我们的流动资产净值，然后呢再大于我们的年度净收入哦。好，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这3项填写出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财务画像。那 IB 盈透证券呢，就会依照这个财务画像呢来判断是否要让我们去投资某一些的商品。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想要去投资杠杆型的 ETF， 所以呢他将自己的这些资产净值啊、年收入啊，或者是流动资产净值啊，全部都填写的非常的高就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能力非常的强。好，那这样子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就是呢 IB 盈透证券呢可能会要求你去提出证明像是你要提出你的存款证明你的收入证明。那如果你提交不出来的话呢，那你的交易许可呢一样也是会被取消掉的哦。好，那这边填写完之后呢，我们就往下滑。那往下滑这边的话呢，就要求我们去填写我们的投资目标，还有我们的交易意图。前面的一个资产还有我们的收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风险承担的能力。那下面这一边投资目标跟投资意图就是我们的风险承担意愿。那这2个都要很高，我们才可以去投资那种杠杆型高风险高报酬的商品哦。那这边的投资目标还有交易意图，我们就选择增长还有对冲。那下面账户类型的话呢，有现金账户、保证金账户，还有投资组合保证金账户。那投资组合保证金账户的话呢，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那你的现金的话呢，要好几万美金才可以使用这种账户。那这个账户的话呢，也是我们一般人不会去碰的账户，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直接跳过。我跟大家介绍什么是现金账户跟保证金账户。那现金账户的话呢，就是你有多少钱，你就是可以买多少的商品，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现金账户。那保证金账户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些融资还有融券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跟券商去借钱那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IB 盈透证券它的融资利率是我见过美股券商当中呢数1数2的划算。那如果你想要使用融资的功能的话呢，那保证金账户当然是非常的适合你。那我自己的话呢会使用保证金账户，因为保证金账户它比较不会发生违约交割的状况，所以呢我这边就勾选保证金账户。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往下滑。那往下滑这边的话呢，就是问我们你想要交易什么样的商品。那我这边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勾选股票跟债券。那其他的一些商品的话呢，我们可以开户成功之后呢，再自己到后台去额外申请都没有问题哦。好，那我这边勾选股票跟债券，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滑。那往下滑之后，这边要我们去填写股票还有债券我们的交易经验。那这边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将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写得非常的菜鸟。因为如果你写得非常的菜鸟，你虽然还是可以投资股票或者是债券，但是呢，你要去投资那种期权啊，或者是一些杠杆型的 ETF， 那时候呢，他要进行审核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拒绝哦，因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菜鸟的投资人，你是无法去投资这种高风险高波动的商品哦。好，那接下来下面这边的话呢，就要填写归管讯息，它主要是问我们是不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个内部人士。那一般投资人的话呢，都是否定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都填选否。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往下滑。那这边的话呢，他就询问你是在什么地方呢获取这个 IB 开户的一些资讯。那我们这边就选择横幅广告，还有交易媒体或者是 YouTube。那我们这边就选择之后呢，我们就点击继续。
好，那点继续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的话呢，就是 W8 并表格，就是一个非美国人需要填写的一个税务表格。那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刚刚填写的资料就已经是 W8 并表格的资料了，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给填写进来。这时候呢，我们只要确认这个表格有没有错误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滑。那往下滑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协定优惠资格。那目前台湾跟美国是没有税务协定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勾选我不能享受美国的税务协定优惠。好，那勾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滑。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有地方要进行勾选，它主要就是询问我们上面填写的资料是不是完全正确。那当然是完全正确啊，我们这边就点选是。那下面另外一题的话呢，就是问我们说，接下来呢，IB 银透证券它的这些通知都会使用电子的方式寄送给你，你能不能接受呢？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当然也点选是。这样子的话呢，IB 银透证券它就不会寄送纸本给我们，它就会寄送 email 给我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比较不会去漏掉这种官方的资讯哦。好，那往下滑这边就要填写我们的一个姓名。那这个签名要怎么签呢？非常的简单哦，你就签已接受签名旁边的这3个字，你就把它给填写下来。那你只要填写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绿色的勾勾，就会打勾。那这打勾就代表我们是填写正确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点击继续就可以了。好，那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就是股票收益增强计划。那这个收益增强计划，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那它是怎样去进行的呢？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投资人，我们可能会买一些 SPY 啊，标普500指数的 ETF 啊，或者是呢，你买一些特斯拉的股票啊。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会长期持有，但是呢，你又想要赚一些被动收入，那这个计划的话呢，就非常的适合你。这个计划就是呢，IB 透证券呢会将我们这些股票借给其他的用户，如果有其他的用户要借的话呢，他就会将这些股票借给他们。那这些借股票的人当然就要付出一些利息嘛，那这就是融资的利息。那这融资利息的话呢，IB 透证券跟我们就会55对分。那我们就可以获得1半的融资利息，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长期投资人，我们只要参加这个计划，就有机会获得一些额外的被动收入咯。那我们参加这个计划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些股票呢，就算被别人借走，我们也一样可以随时的卖出，是不会影响到的哦。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就会点选参与。然后点选参与之后呢，下面就点击继续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会来到这个界面，这界面的话呢，就是要确认一些资讯，还有签署一些协议。那我这边看一下我们的账户讯息，如果有误的话呢，就点击旁边的小铅笔就可以进行更改。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往下滑，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协议以及披露，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协议，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过这些协议就算它全部都是英文，也是要进行阅读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投资的负责。那如果你看不懂怎么办？也很简单，点击进去之后呢，将这个协议呢直接下载下来，丢到 ChatGPT 里面，请他帮你重点翻译成中文你就可以了解这些协议到底在讲什么。好了，如果你全部确认过之后呢，你就打勾，然后往下滑。好，那接下来往下滑，这边要进行签署，一样就签署我们上面的已接受的签名填写下来之后呢，点击继续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就会进行一个审核。那你可以发现到我们这边会出现，抱歉，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方可设置我们的账户。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继续申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我们就点击验证身份以及地址。那我们点击验证身份。好，那点击验证身份，我们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呢，就问我们说，等一下你的身份证明文件跟地址证明文件，你要用什么文件呢？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选择国民身份证，我们就点击否，然后呢，再点击右下角的继续。然后点击继续之后呢，这边的话呢有2种验证方式，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手动文件上传，另外一种就是简化验证。那我这边的话呢，推荐大家去使用简化验证，因为只要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那个地址证明文件附近的话呢，我们使用简化验证，它就可以用 GPS 定位来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地址证明文件附近，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地址证明咯。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点击右下角的继续。然后点击继续之后呢，这边看到一个条款和协议就是一些使用的相关的一个条款，那我们就点击右下角的本人同意。点击进来之后呢，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QR code， 这时候呢，我们就拿起我们的手机来进行扫描就可以了。好了，扫描之后呢，我们的手机就会来到下面的界面，我们就点击开始，然后点击继续，然后呢，再允许这个系统使用我们的相机，然后点击允许。好，那接下来这边的话，我们一样是点击继续，还有允许。好，那这时候呢，就拿起我们的身份证，然后将我们的身份证的正面来进行一个拍照。那拍照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就换成身份证的背面，也一样进行扫描拍照。
那确认成功之后呢，我们就点击继续。好，那我们将我们的身份证的正面跟反面都上传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人脸的辨识啦。这时候我们就点击继续，然后呢，将我们的脸放到这个框框里面，然后呢，把我们的头发给整理一下，不要遮住自己的双眼，也不要戴眼镜哦，然后耳朵也不要遮住，然后呢，你的光线的话呢，也不要太昏暗。好，那这时候呢，系统就会进行一个脸部扫描。那扫描完成之后呢，它的文件就会自动提交咯。好，那手机提交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电脑的画面，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重新整理。你会看到左上角会写恭喜你的账户可以获得新客送股。那这个画面出现的话呢，就代表你刚刚有使用到我们的 IB 的推荐朋友连结。那如果你没有这一段话的话呢，就代表你没有使用到 IB 的推荐朋友连结。这样子的话呢，你入金就不能获得最高$1000的 IBKR 的正股咯。那如果你重新整理好几次，一样都没有出现这一段话的话，那就代表你就是没有套用到。这时候呢，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头像，然后点击取消申请，那你就可以将你的这段申请给直接 cancel 掉，然后呢，再去使用我下方的推荐朋友连结。一定要确认你自己要来到下面这个推荐朋友连结的页面，才代表你有套用到。那如果你没有来到这个界面，那不管你怎么样申请，你都是无法获得 IBKR 的正股哦。好，那如果你的界面是有获得新客正股的这个资讯的话呢，那要恭喜你，你的开户流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你可以看到我们下面这边验证身份和地址这边是有出现已收到，正在处理中。基本上呢，1天到2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审核完成。那如果你想要加速审核的话呢，你可以创建存款通知。创建存款通知就是跟 IB 通知员讲说，我现在呢非常的急迫啊，我想要快速开户，马上入金，马上进行交易。好，这样子的话呢 ，IB 通知券呢就会让你的审核速度加快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审核完成的话呢，那这边就可以点击创建存款通知。那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首先的话，你看到左上角这边是跟你讲说，你要汇什么款项的币种进来。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美元。美元的话呢是最通用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汇欧元啊，或者是日币啊。不过呢，台币是没有支援的因为台币的话呢，全世界的交流性真的是比较低啦。所以说呢，这边的话呢是没有支援台币的入金。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我们就选择最通用的汇款方式也就是银行电汇。那银行电汇这个方式呢，在世界上呢是已经行之有年了是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就使用银行电汇的方式进行入金。那我们右边这边我们就点击获取指令就可以了。好，那如果你已经开户完成，然后才要入金的话呢，那你的入金的话呢，先照这个下面操作首先的话，你就登录你的 IB 的一个网页版，然后呢，中间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叫做转账与支付，我们把它点击下去。点击下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这边点击转账资金，我们要把它点下去。然后点下去之后呢，这边的话呢，就问我们说，你要怎样进行入金？好像是你要存入资金，还是取出资金，或者是你想要进行一个转仓的操作？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点击存入资金。然后点击下去之后呢，你也一样就会来到我们刚刚的画面咯。好，那来到这个画面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获取指令。好，那点击获取指令，我们就会先看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呢，我们先看左边。左边的话呢，它的入金有3大步骤，我跟大家讲。那首先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会通知 IB 银行证券，我们有一笔款项要从哪一家银行汇过来。请你给我一个收款资讯。那第二步就是我们会拿到这个收款资讯，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收款资讯呢去填写我们的电汇单。不管你是网络银行或者是台湾的传统银行，都有电汇单要进行填写。那填写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汇款。那 IB 银行证券收到这笔钱之后呢，他就会看这个汇款单上面的附言，来确认这一笔钱要给谁。好，那这主要就是我们的入金的一个3大步骤。那右边这边，首先我们会先看到，他问我们要不要保存存取款指令讯息，那我们这边就要点击是。那什么是存取款指令讯息呢？就是我们下面等一下要填写的这些资料。那我们只要选择是，那接下来这些资料呢，我们就不用每次入金的时候呢都要重新填写。好，那接下来他要我们去填写汇出银行的 SWIFT code。那这汇出银行就是我们台湾可能你是用台湾的哪一家银行 ，maybe 像是将来银行，你要拿汇款到银托证券这家银行的话呢，那你就要填写将来银行的 SWIFT code。那这 SWIFT code 的话呢，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很简单，很好查询。你只要上网去打你的银行的名称，然后后面打 SWIFT code。然后搜寻就可以找到了。那再来是要填写账户号码，那账户号码就是你在这家银行的外币账户号码。
我就把它给填进来。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自行设定这个存取款指令的名称，好像是如果我是使用江南银行的话呢，那这个指令呢我就会写 Nest Bank， Nest Bank 就是江南银行的英文名称。这样子的话呢，以后我看到我这个指令的话呢，我就知道这个是江南银行的一个入金管道。好，那接下来他问我们说，我们这个银行机构是不是在中国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那如果你是是的话，你就点写是。那这个江南银行是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填写否。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呢，他会跟我们讲说，这个指令它只适用于美元入金哦，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入金什么日元啊，或者是澳元因为它每一家银行它所接收的那种币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要美元入金，就可以用这个。但是如果你要忽然间改用日元入金的话呢，你就要重新再创建一个存款指令哦。好，接下来的话呢，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你是使用保证金账户，你想要开启融资功能的话呢，你的账户资金最少要有$2000才可以开启哦。好，接下来我们就往下滑，这边会跟我们讲说，我们银行电汇的话呢，大概要3天左右才可以入金成功。好，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经验啦，我是使用江南银行跟 Line Bank 这两家网络银行。那我在入金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就可以入金完成。那这两家银行他们现在有一个优惠，就是呢，我们使用全额到汇，那只要$5或者是150块台币就可以了。好，那中间的话呢是没有中转行的费用哦。那至于要如何汇款呢，我会将他们的教学呢放在我下方的资讯栏当中。好，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前去观看哦。好，那点击下一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界面。那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右边这边的话呢，就是收款银行的资讯。我们就是要将钱汇到这个收款银行当中。那至于要怎么汇呢？很简单，我就将我们的电汇单给拿出来。好，那电汇单的话呢，左边这边就是我们的星光银行的电汇单。那它有收款行啊、收款人，还有附言，还有收款地区国别，主要是这几个项目要去填写。好，那这边我要先跟你讲一个电汇的逻辑。首先呢 ，IB 通知券呢，它会在一家银行开立一个账户，然后我们投资人要进行入金的时候呢，就是将钱汇到这个银行的账户当中。那请问这个账户它的持有人是谁？那个账户的持有人就是 IB 银投证券那 IB 银投证券收到这笔钱之后呢，他要如何确认？这笔钱到底是给哪个投资人？就是会看附言，所以你这个附言的话呢，千万不能填错。如果你填错的话呢，那这笔款项IB 银投证券就不知道要给谁，他就会进行退汇咯。那退汇的话呢，钱就会回到我们原本的银行，那中间就会损失这个交易的手续费啊。好，那接下来要怎么填写呢？首先，收款银行是 A， 那 A 的话呢，就是填写我们旁边这边，我把它标出来。那收款银行地址的话呢，就是 B， 啊 B 的话呢，就是旁边这边，我们把它给标出来了。那 Swift Code 的话呢，就是 C， 那 C 的话呢，也是在这边，我们把它给标出来。那收款人的话呢，就是属于 IB 银投证券嘛，所以呢，收款人就是 D。好，那 D 的话呢，就是 Interlink Broker LLC， 就是银投证券它的一个公司的名称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收款人的账户号码，那收款人账户号码就是1，但这个账户号码是 IB 银投证券在这家银行的这个账户当中的账户号码，不是我们这个银投证券的账户号码所以说呢，这边的话呢，大家也是一样，不要填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收款人的地址，那收款人的地址就是 IB 银投证券它这家公司它的地址。好，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把这个 F 把它给填进来。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 G， 也就是你的附言的部分。那你的附言的话呢，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就将这个附言给填上来就可以咯。那最后的话呢，这边就是收款地区的一个国别。那如果你是使用美元入金的话呢，那这家银行通常会在美国，那你的国别就选择 USA。那如果你是用澳元入金的话呢，那我们社团当中有人是使用澳元入金，然后呢，它这个银行就变成是澳洲的银行，那你下边的这个收款地区国别就要选择澳洲哦。好，那以上就是 IB 的入金的流程。那如果你在开户以及入金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其他的疑问，那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 IB 的中文交流区。那你可以将你的疑问给贴进来，只要你描述的详细，然后呢截图清楚的话呢，那我们社团当中呢有很多资深的卷友都会非常热心的回复大家的问题哦。那我跟我的投资市场团队都会在这个社团当中帮大家进行解答。好，那以上就是 IB 银投证券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干，你老师也臭蚊子怎么不见了？